就让我们许下热血的愿望，去飞越太过厚重的人浪，逆风破浪，不退缩不返航，今天之路加冕为王，实现我们每个热血的愿望，不辜负青春赋予的能量，梦不在远方，永远在心上，发着光，决胜在每一场。曙光还没到来，清醒地逃出被我的依赖，为空白添色彩，我自有我未来。轻拍只向尘埃，泪和汗却有梦想而澎湃，多直白，多精彩，才不愿空等待。坚定的眼神传递开梦想的期待，艰难历程也不改，自信的身材憧憬燃了起来。就让我们许下热血的愿望，去飞越澎湃汹涌的海洋，逆风破浪，不退缩不返航，奇迹之路加冕为王，实现我们每个热血的愿望，不辜负青春赋予的能量，梦不在远方，永远在心上，发着光，决胜会在每一场，许下热血的愿望，去飞越太过厚重的人浪，勇往直前，不退缩不返航，今天之路加冕为王，实现我们每个热血的愿望，不辜负青春赋予的能量，梦不在远方，永远在心上，发着光，决胜在每一场。感谢双方辩手的精彩质询，接下来是反方的立论时间，让我们有请反方一辩。谢谢主席。开宗明义，今天我们要讨论的问题是辩论有没有意义，而不是辩论有没有感动到我。刚才我方四辩已经为大家剖析了所谓意义是人赋予的，那我们一起来想一下，我们通常会给什么样的事物赋予意义呢？或者说我们认为什么样的事物有意义呢？有用的东西有意义，对吗？所以我方今天的论证观点非常简单，那就是辩论没用。刚才区分价值和意义，原来真正的目的在这里。聪明。可是说辩论没用，这不是很好反驳吗？你看似漏洞百出，其实他说出了大部分人内心的第一反应。如果他们能够合理切割没用这个定义的话，他会瞬间俘获一大批拥趸。我们一起来看看本届校联赛的几个辩题，比如我们终将毁于我们所热爱的，还是我们所憎恶的？请问，我们废寝忘食的准备了几天，口干舌燥的打完了比赛，分出了输赢，然后有什么用呢？同样，我们还讨论过人道救援的3大原则能不能用来判定一次成功的救援活动，这又有什么用呢？难道我们正反双方的输赢能够影响红十字会是否继续救援，是否要放弃他们的3大原则吗？这当然是不可能的。可能您会说，我们至少科普了一下关于红十字会的理念和他们的道德困境，也算有点用吧。可是我们仔细来想一想，当一位医生来进行治疗，折腾了一番之后对我们说，这病人啊没得救，但是我们好歹科普了一下这个病嘛，难道您能说这是一次有用的治疗吗？辩论之所以无用，是因为它不能够解决我们的问题。我们不能够靠辩论去决定是否创业，也不能靠辩论去改变善恶的源头。
而辩论的结果也往往只是空谈。综上所述，我方认为辩论无用，所以它没有意义。谢谢。他们这么打不对。辩论到底有没有用？这个题目才是他们真正所探讨的。君子之辩，挺好。怎么样了？有点小麻烦，不过我相信他们能搞定。感谢反方一辩，接下来有请正方四辩质询反方一辩，有请。我赌10块钱，他先拆对方的概念。我加倍。如果是我就先打意义是主观赋予这个点。谢谢主席。您方认为意义和价值是不同的概念，对吗？没错，关于这一点，您方一辩刚才已经用沉默与我方达成了共识。如果连我方一辩在辩论中的沉默都有意义，那为什么我们的辩论没有意义呢？因为此时无声胜有声嘛。意义是主观赋予，价值是客观存在，二者岂能混为一谈？我们没有混为一谈。我方一辩在立论中说，他付出努力，收获有益，这件事情在客观上存在价值，主观上他又赋予了意义。那此时的辩论是不是既有价值又有意义呢？辩论的意义难道是您方一辩个人赋予的吗？这么说来，您高兴赋予就赋予，不高兴赋予就不赋予。原来辩论有没有意义，完全是看您方心情啊！您这就是贼喊捉贼了。刚刚明明是您方先提出的，意义是主观赋予的。那什么叫主观赋予啊？不就是您方现在所说的看心情吗？我说的吧，要相信他们。那我们再来看看有用这件事情。请问感动有没有用？没用。为什么？因为可以让事情得到解决才叫做有用。一场比赛就算不能解决具体的问题，但它可以让我们在通过不断的辩论过程中，让我们换位思考，这是否有利于以后我们工作中的协作沟通呢？未必呀，辩论也可以培养出怼天怼地怼空气的杠精嘛。那您是杠精吗？是。我去，您如果是杠精，您应该回答不是，因为您得跟我抬杠，不是吗？哎呦，吓死我了！没错，但是为了赢，我可以心口不一，我可以为了任何一方的价值摇旗呐喊。这正是辩论教会给我的事。现在社会上有职业的辩论培训师，同时呢，也有辩论延展到生活中，教我们好好说话的知识付费产品。辩论的商业化已经实现。再请问，这样的辩论有用吗？没用。您说职业，国家机构认证了吗？教育资质审批了吗？怎样又才算学成了呢？一个有思辨能力的人需要学习吗？一个没有思辨能力的人去学习，又是否只是为了逞口舌之快呢？也许正是因为如此，杠精年年有，今年特别多。但是有用这个论点还是没有打通。至少主客观这一轮已经拿下，剩下的还有小西呢。小西一定会反驳辩论无用，辩论对他来说太有意义。接下来是正方二辩立论陈述时间，有请。要到小西了。谢谢主席，问候各位。首先感谢对方辩友通过一串连珠炮式的阐述，很好的诠释了杠精的含义。对方一辩刚才给出了一个我也很认可的判断标准，叫做有用的就有意义。那接下来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下辩论到底有什么用。对我而言，参加辩论就像参加了一个思维世界里的旅行团，它会定期强行把我拉到一个我的思考不曾到过的地方，去享受那里的风景。我一直以来没有什么梦想，对未来感到迷茫，因此觉得自己很平庸。可是我从来没有思考过，我应不应该给自己贴上平庸这个标签，应不应该去接受别人给我贴上平庸这个标签。直到我遇到了一个辩题，告诉我，没有梦想的生活不是平庸的。我是一个独立的人，我有我的自尊与认知，我有我希望的生活方式，我在按照我的意愿想方设法过好我自己的生活。你为什么要强加一个令我困惑的标签，让我觉得自己像一个残疾人一样，没有梦想我就不完整？我拒绝在我等待和寻找梦想的路上始终背负着一个平庸的标签。我拒绝任何人用一个似是而非的概念来绑架和评判我的生活。我可能没有梦想，但我拒绝平庸。
我从来不曾站在我们人类的角度上警惕过我们热爱的东西，直到我遇到了一个辩题，它让我思考我们是否终将毁于我们所热爱的。林峰说，热爱会让我们放松警惕，对吗？对。所以我们对憎恶的事情更警惕了。对。那么越警惕是不是越疏远呢？有些提防正是因为无法保持距离，所以才要提防。当你始终提防着一样事物，是否对它的隔阂会越来越深呢？我们这一代人被称为互联网原住民，而我们从来没有盘点过我们人类走到这个时代，我们的得与失。网络时代的空虚绝非个体现象。去年中国的网民规模就达到了7.7亿，而直播用户就占到了4亿之多。你随便打开一个直播软件，都能发现其精神世界有多么的空虚。没有网络之前，这4亿多人不空虚吗？还是没有网络，你根本连看都看不到呢？而执念这个词突然走红，面对我们内心的执念，好像别人越劝，反而我们越坚定，自然而然地摆出一副战士的姿态。可我们从来没有思考过，我们的人生应不应该被执念所定义？我们今天评判人生之悲喜的标准很简单，就看拥有执念是否有助于我们实现人生价值。综上，执念定义了我，推动着我，也指引着我，所以拥有执念是人生之喜。我一直认为真爱就是天长地久的，不追求天长地久的爱情，那就是耍流氓。直到我遇到了这个辩题，我开始思考，我们应该如何更理性地看待爱情。辩论让我去思考，可能我此生都不会思考的问题。人生是一场马拉松，也许不经意的一丝思考，就会成为你下一次奔跑的资本。这难道没有用吗？当赛场上出现精彩交锋的时候，大家会情不自禁地鼓掌。你们为什么鼓掌呢？是不是因为在那一刻，我们得到了哪怕只有一点点的思辨和享受呢？这又有没有用呢？因此，我相信辩论有用，也有意义。谢谢。小易长大了。第一轮，他从个人角度谈付出与收获，被海平区分价值和意义打了回去。正中下怀。法证一辩在区分价值和意义的基础上提出了辩论无用。华夏的秩序虽然没有成功反击对方的辩论无用论，但却说穿了对方区分价值和意义的把戏，也算保住了孙晴的立论。这一轮他们知信小溪，重点应该还是放在辩论无用上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有请反方3辩质询正方2辩。谢谢主席。对方辩友，您刚才说辩论让我们去思考了很多这辈子我们都不会去想的问题，对吗？对。那为什么这些问题我们平时不会去想呢？是不是意味着它们没用呢？当然有用。举个例子，我们共同的敌人高等数学，虽然平常生活用不到，但是它却能训练我们的逻辑思维。辩论也一样。很好，问题存在，那么是不是意味着它们需要被解决？对。好，辩论如果不能解决这些问题，那么是不是意味着辩论没用？辩论虽然未必能解决这些问题，但是它带给了我们成长，这是有意义的。那依照您的意思来举个例子，如果一场手术失败了，我们的实习医生小陈却收获了成长，那么是不是意味着这场手术很有意义呢？辩论是一场脑力与口才的较量，从中我们获得提升，这不是求人得人吗？对方辩友提升这个词用得很好，从不了解到了解才叫提升吧？那么这反映出一个事实，其实我们辩手对于辩题来说都是不专业的，对吗？至少今天这个辩题我们都很专业。对，说得对，好，鼓掌。对方辩友不要以偏概全，我们来看这样一个辩题：举国体制和单飞体制哪个更有利于运动员的发展？难道您认为我们就通过3天的赛前准备就可以成为体育管理领域的专家学者吗？难道专业就有意义吗？那好，我们组织一下体育经济管理学顶尖的8个学者进行一场学术辩论。按照您的逻辑，这样的辩论总有意义了吧？但是，如果我们今天的讨论跳脱出大学生辩手这个最主要的辩手群体，是不是很没有意义呢？那我回到大学生辩手身上，辩论是不是就有意义了呢？好，那我就回来。通过这个辩题，体育经济管理学在我或者在某个观众心中种下了一颗种子。
以后我们就去考取了这个专业的研究生，立志为我国的体育事业做贡献，这有没有意义呢？辩论对事不用，但是这个点他们准备得很充分。小西用对人有用来应对，也算针锋相对了。感谢双方辩友为我们带来的精彩质询。接下来，我们有请反方二辩为我们进行立论陈述，有请。谢谢主席。我们之前谈了那么多，不妨让我们先回到双方达成的一个共识：意义是人赋予的。那是不是意味着，当我们不再赋予辩论意义的时候，辩论本身就没有意义了呢？当我们在探讨辩论有无意义的时候，实际上是在探讨要不要赋予辩论意义。我方认为没有理由人为的赋予辩论意义，不应该也不需要。因为当我们赋予事物意义的时候，要么拔高它，要么贬低它。总之，我们扭曲了。什么意思呢？很简单，举个例子，一个唐代秘色瓷的茶杯，国宝，对不对？有很重要的历史意义，可以从中探究到中华文明的重要文律。我们可以透过这个杯子窥探到1000多年前人们的生活水平、艺术修养、科学技术等等。它是文物、艺术品、收藏品、朋友圈合影神器。可唯独，它不再是个茶杯了，对吗？没有人再会去用它喝茶，这就是我们赋予意义的结果。可能你会说，因为太珍贵了，不容闪失嘛。可是我想请问对方辩友，我们的辩论有那么脆弱吗？对方辩友说，辩论是我们的付出与收获，是我们一生都难以忘怀的青春记忆，是一次探索思维世界的旅行。话说得太重了吧？辩论只是辩论，我们没有必要把它捧上神坛。另一方面，辩论也不需要我们赋予它意义。辩论可以让我们思考，价值碰撞能让我们更包容，这些辩论的价值我们都懂啊，对不对？可对方辩友非得用力过猛，赋予它一些青春记忆、思维旅行这些奇奇怪怪的定义，听起来像不像是朋友圈里的微商广告呢？所以，对方辩友这种强行包装意义，只会让辩论本身失去价值。所以，综上所述，辩论没有意义。谢谢。看到了吧，看到了吧，我早就说过，姚生这小家伙很灵的啦。是呀。他们区分价值和意义，以及意义是由人赋予的，原来目的在这里。这样一来，辩论有没有意义变成了辩论应不应该有意义。实然辩题变成了应然问题，原来没得打的吃法，现在五五开了。好厉害啊！那你别说，这姚申有点东西啊。法正找到了文学院的命门，这个文学院完全没有准备这个方向。越来越有意思了啊。接下来是最后一轮的质询时间，让我们有请正方3辩和反方2辩。谢谢主席，请问辩论是我热爱的活动，现在我赋予它意义了，那辩论是不是就有意义了？你不应该赋予，不应该赋予也赋予了，就算我错了，但是我现在就给它意义了，那辩论是不是就有意义了？如果您需要犯错才能证明您方观点是对的话，那只能说明您方观点本来就是错的。我们在讨论辩论有没有意义，是不是个事实判断？很简单，4个字：事在人为。我相信在正确的价值观导向下，我们才能做出正确的事实选择。好，意义是人赋予的，那我请问，为什么要赋予事物意义呢？因为是为了活下去。正如马克思韦伯所说，人是活在自我编织的意义之网中，意义为我们提供了继续走下去的动力。事实上，寻找意义正是人类自我合理化的过程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我们每一个人都通过寻找和赋予意义，完成了自我构建。正是这些意义，定义了我们每一个自我。但辩论的核心精神不正是质疑与反思，正是摒弃一切自我欺骗和自我定义吗？您方所谓的赋予意义而获得自我认同，不正是南辕北辙吗？不对，辩论精神不需要自我认同，但辩手需要自我认同。赋予辩论意义可以让我们在辩手的道路上走得更远。正如我们的共识，意为辩论的发展提供动力。不对，一个真正的辩手为了真理可以放下一切。那我请问，为什么辩论要分成正方和反方？因为辩论需要摒弃自我的影响。您方所谓的赋予意义存在于自我构建中，不正与真正的辩论精神在本质上是相悖的吗？
谈到辩论精神和意义的内涵呢？我感觉这场比赛无论输赢，都会是一场非常经典的比赛。接下来进入正方的质询小结环节，有请正方辩友。谢谢主席。对方在开篇就告诉我们价值与意义，可是对方二辩在立论中指出茶杯的意义，却是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们，原来我们赋予茶杯历史文化的意义，可以给茶杯带来不菲的价值。那我们再想一想，煤炭、石油有没有价值？它们的价值带来工业革命，造就了人类文明划时代的意义。所以，价值带来意义，意义带来价值，主客观本来就是相互影响的。既然宁邦承认了辩论有很多价值，可为何又从来不论证辩论带来的意义呢？刚才对方辩友还叮嘱我们，不要给辩论赋予意义，因为这样辩论就不再是辩论了。您说的那个唐朝的杯子的确很珍贵，我们在保护它的同时赋予它意义，又有什么不好呢？因为对于我们很多辩手而言，辩论就像那个唐朝的杯子一样，是我们青春岁月的无价之宝。您为什么不允许我们去歌颂它，去赞美它，去无限的热爱它，去赋予它意义呢？谢谢。接下来有请反方为我们进行质询小结，有请。谢谢主席。对方三辩说，我们可不可以歌颂辩论？可以，但有必要吗？难道没有打过辩论，我们的青春就灰色暗淡吗？难道没有打过辩论，我们的思维就不曾去旅行吗？对方辩友，您是在歧视所有没有打过辩论的人。刚刚我们提到，人类生活在自我编织的意义之网中，没错。我们不断地暗示自己，我们是对的，是正义的，我们没有在虚度时间。考试之前不复习打游戏是为了放松一下吗？我没有拿到好成绩，那是因为普通的人生也很精彩啊。你看，我们没错，我们生活的多么有意义啊！生活中我们可以这样欺骗自己，但是我的疑问在于，辩论的精神是什么？是质疑，是反思，是不顾一切的去探寻真理。我们甚至要忘却自我而穷尽持方的可能。可当我们认为辩论有意义的时候，我们为了要赋予它意义，为了要彰显自我的价值，恰恰是把辩论当作点缀自我的装饰，仅此而已。这不是一名辩手应该有的行为。谢谢。确实，真的是。把刚才姚深的意思说透了。说的真好。走心了。如果他们继续讨论这个悖论，恐怕他们将探索到一场辩论赛前所未有的深度啊！为辩论赋予意义，是与辩论精神的本质是相悖的。牛啊！他们一定是通过无数的推论，才找到这个论点的。这样一来，有意义就变得没有意义，而没有意义，才是最有意义的。意义与辩论的本质相悖，咱们的杀手锏打得很棒啊！正方也很棒，一直跟着咱们深入，不知道自由辩论会不会继续挖掘？好期待！感谢反方辩手走心的驳论。接下来是我们紧张又刺激的自由辩论环节，首先有请反方先发言。请问，质疑反思的辩论精神，其目的是否是为了通向精神的独立自由？没错，请问通向精神的独立自由有没有意义呢？好，我们又达成一个共识，思辨的目的是为了通向精神的独立自由。那么赋予其意义来自我构建、自我欺骗，是不是与精神独立自由背道而驰了呢？确认共识，步步推进，熟悉的配方。既然辩论可以实现精神独立自由，那这是不是辩论的意义呢？可是问题在于结果和初衷背道而驰，这算哪门子有意义呢？你还没告诉我，到底精神的独立自由有没有意义啊？意义是媚俗的，一旦有了意义，就会让精神的独立自由陷入到自我构建的不自由之中。那我请问，这还有什么意义呢？我算听明白了，对方告诉我们，辩论一旦有意义，它就没有意义了。那是不是当它没有意义的时候，精神独立可以实现，辩论又有意义了呢？我们今天至少达成了3个共识。共识1，辩论的目标是让精神走向独立自由；其2，意义本身是自我消解构建的独立自由；其3，意义是人赋予的。我们今天讨论的是要不要赋予辩论意义。基于共识1、共识2，我方认为不应该赋予辩论意义。得赶紧从他们的逻辑环中跳出来。我们当然要赋予它意义啊，不然无意义的事儿谁来呢？没人来，辩论又怎么生存发展呢？如果辩论消失了，我们在这讨论辩论有没有意义，又有什么意义呢？
这家伙是没听懂啊。您这是典型的滑坡论证啊！辩论追求精神独立自由，为什么就没有人来参加了呢？辩论没有意义，为什么不能生存和发展呢？就算辩论消失了，我们为什么不能探讨它有没有意义呢？照您这么说，历史学家都可以失业了。恰恰相反，您才是滑坡论证。为什么自我构建就一定会限制精神的独立自由呢？为什么辩论的目标不能是开开心心打比赛，风风光光拿奖杯呢？赋予意义让我更有动力、更坚持、更热爱，为什么不利于辩论的发展呢？赋予意义不过是人性的包装游戏。如果辩论的精神都失去了，就算辩手千万，他们入宝山而空手归，怎么会有意义呢？您方一再说辩论精神，到底什么才是辩论精神？真的有您方鼓吹的那么崇高吗？辩论精神又给了我们什么呢？辩论精神给了我们勇气。当我们辩题越打越多，价值越来越多元的时候，无论碰到任何是非，不管我做出什么选择，我知道我一定能找到无数个理由去支持我的选择。无论向左走还是向右走，都有可能错，但这并不要紧。因为人生的目的不是在走一条不会错的路，而是在所有可能错的道路上继续前进。这就是辩论精神给予我们的精神独立和自由，而它恰恰就建立在拒绝赋予意义的基础上。说句心里话，我认同，但我有疑惑，那就是即便是错的路，就像您所说的，我总能找到支持我的理由，对吗？可是渐渐的，我发现我不需要考虑别人的意见、别人的想法。所谓的勇气、独立、自由，不就是越活越任性吗？从小到大你就不爱管我的事儿，那从今以后我也用不着你管。你说这些话，都顾过脑子了吗？这些话，我的深思熟虑好几年了。我任性过，我想分享给大家。任性不是自由，恰恰相反，任性是牢笼。在自我建构中，西方人强调自身与他人的差异，而东方人则强调自身与他人的联系。在这一点上，我觉得没有谁的价值更高。明白。所以，你们认为无论自我建构的侧重点如何，只要赋予意义，存在自我建构，就会消解辩论的精神。其实也不尽然，二者冲突未必是消解的关系，也有可能在碰撞中浊者更浊，而清者更清。我也明白了，但是打这个点难度真的好高啊。是啊，赋予意义与辩论精神的冲突到底属于哪种关系，以及如何论证？等一等。我们目前讨论的辩论精神有点窄，如果要追溯到辩论最早的样子，那应该是苏格拉底和他的学生们在麦田边关于真理的启发式质询。还有，在古印度各大哲学流派的辩论中，输的一方会带领其学生和信徒拜胜者为师。所以说，辩者其实是可以被说服的，但是不是被对手所说服，而是被真理所说服。对，即使是相对真理。同样的，春秋时期百家争鸣，他们的辩论也是围绕真理而展开。即使后来出现了独尊儒术的政治高压，但是为了追求真理，我国依然形成了儒释道三流合并的传统文化。还有，近代西方哲学与文明的传入，科学观与民主深入人心，与传统文化一起构建了现代中国人的世界观与价值观。对，我们之所以是现在的样子，是源于我们的先辈们对于真理的执着追求。说得好，所以从古到今，我们人类对于真理的探索都是伴随着不同观点的碰撞。那我们可不可以说，辩论其实是我们人类不断探寻真理的一个缩影呢？哎，我同意，辩论帮助我们不断接近真理，所以辩论不仅仅是质疑，更应该是求真。再回到今天的主题，请问探求真理有没有意义呢？不对，要看赋予意义与探索精神是不是冲突，是不是彼此消解。想起来了，当我们赋予一样东西意义的时候，我们要么拔高它，要么贬低它，总之我们扭曲了它，不真实，它们彼此消解。那也不一定，没有扭曲何来真实呢？那又是不是浊者越浊，清者越清呢？到底什么才是真实呢？鲨鱼只能看见灰色的光影，而蛇类却能通过捕捉热源实现热感成像。
方心人分不清红绿，而蜜蜂却能看见我们看不见的紫外线。到底谁的世界才是真实的？还是说，其实我们每个人的世界都是被扭曲过的？你的意思是扭曲并不可怕？同意。其实我们无需介怀。对，一味的强调想要的样子，也许恰恰活不出我们想要的样子。所以，热爱就够了。很久以后，我有时还会在梦中记起，在我人生中第一个决赛的赛场上，那些队友、朋友、恋人、情敌、辩手，我们忘记对立和比赛，放下持方和立场，只为了去追寻一个问题的答案，沉浸在探索和思考的快乐中，为了这个答案而欣喜。邦教练后来说，也许这是华语辩论史上第一次，正反双方居然在场上达成了和解，一次伟大的和解。放心吧，儿子一定会赢的啊！不一定，小付带的队还是很强的。看你，我看打官司前都没有这么紧张过。儿子的比赛和我打官司是两回事儿。哎，我说啊，还是小姚发挥的比较好啊。哎，我说你这个老头子，你看得懂吗你啊？你平时又不看辩论赛的，我看呐，还是咱们家小琴发挥的好。好，我们家小琴最好啊。让我们恭喜正方文学院队获得本届辩论联赛的冠军，恭喜他们！看那远方，是红霞青色，太阳不再是。让我们有请上届冠军法政学院队为本届冠军文学院队颁奖，有请。会永远常在那份炽热的梦想。在离开故乡的瞬间，已开始了思念。在每个失落的夜晚，牵挂家的港湾。尽管我不能靠岸，因为梦在扬帆。青春会在阳光下闪耀着，永远逃不过会褪去的金色光环。虽然我经历了成长，才能有的伤，却成为青春的虚。简直和做梦一样。是啊，我到现在还有点懵。怎么了？你不是应该？还好我白宇 carry 全场，我应该是南交大的 MVP， 这样吗？大一都结束了，你还不允许我成熟点儿？啊，对了，小陈的法学教材我帮你借到了。谢啦。你真要去法政啊？暑假回去先看看他们的教材，待会儿再说吧。是你爸的意思？是我自己的意思。我爸病过这么一遭，彻底想到放手了。不过你放心，我是舍不得离开咱们辩论队的。我才不担心呢！快去训练吧，婷姐等着了。
那你去找我，有什么事儿吧？边走边说吧。好，走。哦，对了，恭喜你们，你们今天发挥挺棒的。你是出高徒嘛？没有，主要还是你自己努力。你们被副院长骂惨了吧？很奇怪，还真没有。其实，有得必有失嘛，是吧？也对，现阶段的话，积累一些失败的经验还是很有必要的。我是说，虽然比赛失败了，但也有可能获得一些更加重要的东西啊。对啊，失败的经验啊。我是说，赛场可以失意，情场可以得意啊。你是说你答应了？那晚上我们去吃火锅好不好？好。走吧。没有上场，会不会有点遗憾？多少有一点吧。不过看着自己带出来的队伍夺冠，还是很开心。所以我才说你是最好的家长。不过，你就这么跟我去杭州了，你有什么打算吗？你被师大录取了？什么时候的事儿？我和唐老师说，毕业之后会去杭州。学校每年有推优的名额，他就帮我推荐了。那我就放心多了。你呀，以后就好好画画，过你的艺术家人生。以后的生活，一切有我呢。那赵清伟同学，以后就请你多多关照了。全智贤，果然啊，这么多穿学士服的，还是你最好看。毕业快乐！谢谢。啊，智贤，青山不改，绿水长流，加油！想开点儿，学姐走了，还会有学妹的。你们懂什么？智贤马上就要去电台当主播了，我呢暑假也要去实习，还能每天见。去搬砖啊？保密。白雨华夏过来合影了。来，靠近点。哎，好，再来一张，3、2、1，茄子。谢谢，谢谢。孙晴啊，谢谢你特地准备衣服和我们拍合照。不客气，虽然不能和你们一起毕业，但能有这样的体验也是好的。不愧是最佳领队，还是你想的周到。那你就趁这个机会啊，多拍几张，省得到时候毕不了业，连这学士服都穿不了喽。滚蛋！孙晴，你别听他瞎说，有我在，保证让你和清北学长一样提前毕业。清北学长，你和婷姐走了，辩论队怎么办啊？再开学你们都是大2的学长学姐了，还担心这个？你们和我们一样，会去带新来的学生，在他们身上看到希望，以后遇到麻烦。学长、婷姐，感谢你们不厌其烦的面对我们这些麻烦，所以我们特意给你们准备了一份毕业礼物。声声蝉鸣告诉我有一个夏至，毕业快乐！这一年来你辛苦了。那些人，还有那些故事，多想
一切从头再放下害怕吧。当我们不再反感和排斥，而是去拥抱新生的事物时，我们失去的将只有过去，而得到的将是整个未来。手手里其实我们曾经年少的婷姐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不会辜负你的期望，一直为大交代最牛的女神一面。我现在可是上任派来的钦差大臣，辩论队的新晋领队。我们不因为辩论而相聚，却因为辩论不再分离。它承载了我大一1年的青春时光，更承载了我对未来的展望以及铭记一生的回忆。因为那是我们青春、友谊和成长的点点滴滴。原来。婷姐，我的辩论生涯是从你给我开的小灶开始的，很牛。恭喜你成为我们的一员。辩论让我去思考可能我此生都不会思考的问题。人生是一场马拉松，也许不经意的一次思考，就会成为你下一次奔跑的资本。当赛场上出现精彩交锋的时候，大家会情不自禁的鼓掌。是不是因为在那一刻，我们得到了哪怕只有一点点的思辨和享受呢？我们说到做到，我会带着大家继续称霸全校的。你放心，我一定带着这帮货称霸全校。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还记得放学之后那一片夕阳，谈论着梦想，未来会怎样？那个夏天，碧绿的池塘，映着我们努力的翅膀。喜欢载着你在我的脚踏车上，你说过喜欢我在篮球场上的模样，抬头仰望着皎洁的月亮，钟声还有点点星光。讲台上曾留下你我的影子，流过泪和迷茫，受过伤。原来世界那么大，一声再见却是输在年华。何时再问一次你好吗？再次奔跑在艳阳下，当初那个美丽盛夏，都散落在海角和天涯。
身处其中，从未感悟到青涩草草被粉饰掉，不伦不类真可笑，视而不可一世的骄傲，却在黯然中渺小。时光的阶梯没打好，已经来不及思考。声渺渺，屏蔽喧闹的人潮，让梦只需燃烧，不大修只好。我与青春一路在赛跑，每一秒都美好。这一路单向的轨道，慢慢的许着火药。我与青春一路在赛跑，却像浪漫舞蹈。谁都没说过想要去和好，青春却在我的心里走不掉。辩论，它承载了我大一1年的青春时光，更承载了我对未来的展望以及铭记一生的回忆，因为那是我们青春、友谊和成长的点点滴滴。